其实这一场中东的大战，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呢，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对伊朗来讲，它的无人机可能比它的导弹、飞弹更多，它第一时间所出手的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等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了。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美军的乌代德基地最新消息被炸了哦。那么以色列防空神话真的破功了吗？今天会来做关注。另外，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术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战术，慢慢的放血，美国霸权撑得住吗？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会帮我们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美军现在中东最核心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也被击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话破功了吗？再来要关心到是伊朗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美国会不会被放血到虚脱？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现在呢，川普这边的弹药虽然他嘴上喊说是无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做焦虑了，亚洲会不会因为川普去帮了中东而被暂时放空呢？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的在中东最大的战略枢纽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伊朗的飞弹给击中了，位置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图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了。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个攻击方面，已经造成了27个美军基地。以军的总司令部都遭到袭击了。当中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这个拥有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卡达跟在阿联的空军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袭击的哦。那么更难堪的是，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驻科威特的使馆，还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也遭到伊朗无人机给袭击了，几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军的防空系统难道真的出现了裂缝吗？还是伊朗它真的已经找到了突破美国防御的一个战术密码？委员怎么解读？所谓的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本来就不可能是100%的这个拦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了。哪怕它能够拦截到85%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够拦截到90%，这代表还有10%可能会击中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美国所有在波斯湾地区在周边的这些机构啦、基地来讲哦，它绝对不可能因为有防空系统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一场这个中东的大战哦，就是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几乎是灭国战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就美国过去曾经把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作了俄罗斯的绞肉机，他希望借着俄乌战争来削弱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哦，削弱俄罗斯的军力，影响他的财力哦。但是这一次，美国莫名其妙的这个被以色列牵入了这一场这个伊朗的灭国之战的时候，美国自己就陷入这场战争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你还防空系统还能不能够这个补给得上哦？包含你美国现在的这个轰炸的炸弹也好，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战斧飞弹也好，你到底还剩多少？就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川普讲的，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欠我们台湾的飞弹早就该给我们了，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呢？更重要的是说，你光到今天你就会发现说，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这个对美国有维持了，他就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你该补上来的你为什么都不补上来？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这个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了。那当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总是要胡乱一下的。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讲说所谓的防空系统，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这个爱国者飞弹，你要拦截下来1枚啊。那3枚爱国者飞弹是多少钱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伊朗这一次采用的这个战略，你说千刀万剐也好，你说慢火细蹲也好。他第一时间所出手的
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它不见得是这么快就把它导弹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无人机来担纲的，对伊朗来讲，它的无人机可能比它的导弹飞弹更多哦。那么用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这个攻击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国跟它这个美国的基地使馆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盟友们。他们的防空系统的飞弹，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个聪明之举啊。那另外一点，当然外界也有解释说，伊朗没有打算一开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让美国知道说，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对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国能够停止下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在伊朗所使用的相关的武器还没有用到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点名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比较这个准确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采取这样的步骤属实的话，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他用相对低阶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国高阶的防空飞弹，然后等时间到了、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哦。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绞肉机里头了。接下来你就要看美国的军力、美国的财力，然后如果连美国还要打地面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这场战场里。对，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一场比较长期的消耗战。其实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这次祭出的策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其实这个消耗战是美国他在中东经营30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比较高密度，接下来的一个长时间的消耗战。这个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一开始他就先祭出这些成本比较低的，不管是无人机啊、火炮或者是这个飞弹，先做发射，消耗对手的一些拦截的库存之后，再发射一些比较高价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现在传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经济学人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叫做用法拉利去拦电动自行车。现在以色列它寄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不管是爱国者、萨德跟剑士3型，拦截率以色列说可以到达90%，但是呢，这个消耗量还有包括这个成本，我们现在也把数据调出来看，真的是差的非常多。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万美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须花费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压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说现在伊朗手中还有统计起来大概2500枚的弹道飞弹跟数万台的见证者无人机。外媒直接做了一个预估，接下来美国还要消耗多少钱呢？因为第一天的轰炸就烧掉了7.79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47亿元，每小时等于1小时就烧掉了新台币大概10亿元左右。所以总个行动加起来，现在外媒估算美军会消耗的经费高达了6.67兆元，千刀万剐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这个消耗型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美国、以色列挡得住吗？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决策者，我是高层我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所有要讲我要怎么打这场战争它一定是以己之长，我有什么长处，攻彼之短，它的什么是短处？那以伊朗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说到很多那是他讲，好吧？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记住民主国家，越是民主国家的叫做集体战斗意志，其实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说北韩打仗，谁会反抗？谁会说不要？谁会去街上游行说这个反对金正恩？不可能的。但美国会，美国打越战打到后来，你看全国都在那里，就是反战，对不对？所以美国这种国家他第一个选民要检验，第二个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个媒体在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他出殡什么的，大家看到都会觉得。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打仗？为什么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学政权，他是靠信仰。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怕死。他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认为底下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战吗？在伊朗不可能，他们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们要跟美国去拼了。
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差在这里，就是伊朗不怕牺牲，美国怕，因为美国要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后第三个，你知道，这个弹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刚经历俄乌，它提供多少弹药？那以巴的冲突，那它提供的是更多的弹药。这些弹药不是说，现在我缺很多弹药，那这样子好了，你是弹药生产商、飞弹生产商，你加开一个这个生产线好不好？他怎么加开生产线？我今天加开一个生产线，你这边要投资多少钱？投资完毕之后，这场战争打完了，那我加开生产线弹药卖给谁？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不是说你说，我要紧急加班加生产线就能加生产，它的量就是这么的大。那美国已经经历太多的这个消耗了，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军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吗？因为就美国的立场而言，他永远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对，你台湾啊排在后面。如果日本打起来，日本又排在你台湾前面，因为他那里有好多的美军啊。韩国打起来也在你前面，菲律宾打起来也在我们台湾前面，因为菲律宾也有8个9个的美军基地。台湾有没有美军基地？没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后面的。当我们的生产是足够的时候，而且都不知道该卖到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没有用。对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去抱怨美国，你知道，你不要抱怨他，对，因为他的国家利益有一个排序，台湾不在这个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中东的战事，它心里面有一个排序盘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韩也都很紧张。就如舰长刚刚帮我们看到的，日韩都在抱怨说，那你美国现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你的舰队都转到中东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来自于日韩的最新说法。日本的国会南韩都已经开始焦虑了。那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哦，我们美国呢这个弹药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永远的打下去，立刻说完就遭到美国国会的打脸，美国智库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做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我们这边在拦截的弹药方面消耗的速度是远高于补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产能的补充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呐。官员还私下的坦言说，光是过去几天就消耗掉数年的一个产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川普他说这些话，到底是在吹牛，还是在稳定军心呢？那干哥又怎么看？2次海湾战争，你知道美国打掉多少战斧巡弋飞弹 ？BGM-109是美国远征最重要的前行攻击武器，总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补回来吗？10年。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战舰，它不是战机，它的优先项目是在第2、第3、第4后面的，所以打掉这些飞弹之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飞弹，那怎么办？慢慢生产回来，加上美国又不景气，好不容易才补回来，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讲一句，不是美国没有钱能够生产，而是它已经没有那样的工业能量。如果交给中国来做的话，很快1个月就可以补齐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越战高峰的时期，1968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美国派驻在越南的战斗机不够了，从哪里调？从台湾调。台湾调什么？调 F5自由斗士式，先去补越南战场。为什么？因为这飞机小轻，可以对地攻击越共，所以叫我们赶快先借20架过去。我说我们台湾怎么没有随便借你飞机？开玩笑，我们面对的是对岸的敌人，是中国大陆那更大的那个敌人。然后美国说没关系，这一趟打完之后，我就给你更好的 F51比 F5A 还要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就真的美国是大哥，我们就真的借了20架给他，没有还过啊。没有还以后也就算了，过了5年我们才拿回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让台湾来生产，
我跟你讲，美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预算跟估量的，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你觉得说，哎，我这个交易是什么？是划算的？你不知道啊。所以日本跟韩国现在最害怕，为什么？眼睁睁看你美国就已经打成那样了，那等一下你就会从亚洲掉啊。亚洲第一个掉的是谁？韩国庆尚北道的那个爱国者飞弹，走什么？走去赫姆兹海峡。对。然后呢，那个卡达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快打光了，来，一样也是由韩国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来补充。从美国运来太慢了，我跟你讲，韩国会吓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冲绳的基地，他们那边的防空飞弹也要往中东去调。我跟你讲，日本跟韩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啦，说不定到时候还动脑筋动到台湾身上来。难怪我们现在最近股市会大跌。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我告诉各位，爱国者飞弹刚刚讲的一枚400万美金，去打那个5万美金的见证者无人机，你觉得划算吗？我告诉你，美国还是在这样打，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他的战略的守则里面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叫不对称战争，有钱人才打得起来。川普你在大话，我看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库存光了，没得打，要用什么方法呢？核子武器吗？不可能嘛，看你怎么下台阶。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在昨天指导的是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包括了沙国的美国大使馆被伊朗这边的无人机给袭击起火。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也被轰。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难道以色列的铁穹失守了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川普的地面战，他说有可能进行，那么会怎么进行？中东战争全面引爆。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中东战火全面升级，而且是冲着领导人而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了他的这一款海巴尔弹道飞弹，锁定的就是这个斩首攻击谁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跟以色列的空军司令部。这个伊朗说这一场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已经遭到了以色列最新回应说，他们是没事的，这个讯息是一个假消息。我们来关心这一款弹道飞弹，海巴尔射程达到了1450公里，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弹道飞弹，主打的就是高超的机动与突防的能力。不过，这一次让以色列恐怕还有美国相当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伊朗的打法跟过去在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的打法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变化了。伊朗这一次不再只是用所谓的这个饱和式的攻击，用无人机进行饱和式攻击，它开始转变这种分层的攻击，一共是会出动2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首先，伊朗会祭出它的第一波是用它的低阶的武器，像是大量的火箭弹跟无人机，先来消耗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飞弹的库存，接着第2波它才会再次出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打穿实际的以色列的防空网。我们赶快透过最新的画面，也就是最近期伊朗的攻击，来看它的这2波攻击是如何进行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在这几天发动的最新攻击。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波，它会透过这种低阶武器、大量的飞弹来进行攻击。紧接着第2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比较快速，刚刚有画面上看到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再进行第2波的攻击，成为现在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实际行动我们也来看到，这是伊朗发动的代号，这个叫做真实承诺4的军事行动。当时所出动的就是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末端速度15马赫，具有机动变轨的能力，并且搭配重型的弹头跟急速杀伤模式，专门可以压制住不管是指挥系统、防空节点跟军事基地，有效的突破来自于以色列，不管是它的剑3、
大卫弹弓或者是铁穹等等的反制系统。那么战火不只是在以色列而已，沙国证实了美国大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起火之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的最新消息，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同样已经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伊朗这一连串的攻击，包括运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突防，是不是包括了这个大谈雅胡的办公室铁穹都挡不住吗？这样子做是等于是斩首吗？以色列的防空神话有没有被打穿？大使怎么做解读？我想伊朗这一波的这个飞弹跟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有2个目的，一个是当然是报复性的啊，第二个就是威慑跟吓阻性的。那么伊朗在战前，大家估计它有2000多枚这个导弹啊，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它的无人机过去在这个俄乌战场上表现就非常精良哈，而且数量非常的大。那么2天以前，这个伊朗当局啊公布了一个影片，他们在地下道里面哈，一个地道里面哈，也是地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里面啊，囤积的那个导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数量看起来是琳琅满目啊，数量非常的庞大。所以本来有人在这个预估，就是说在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能力，还有它无人机的能力。那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攻击以后，伊朗的反击力道还是这么的强大。而且呢，并没有被美国跟以色列一阵子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指挥机构，然后还有就是导弹能力以及它的这个通讯系统的上千次的轰炸还是没有削弱这个伊朗这方面的能力。那整个说起来，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几天，伊朗对于8个它邻近还有呢就是有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都发动了这个飞弹、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有4个国家都造成了实际的损害。那么像这个比较这个国际怎么讲呢？比较注目的谁说？像杜拜，那很多地方都怎么讲？包括民用的设施都被炸坏了。那么这个造成现在像这个杜拜他们这个航空还有对外的交通一片大乱。那最近刚刚还恢复。那其他的话也比较这些具体的以色列的，那也证实了有好几个地方，包括特拉维夫，包括海法榜都被以色列的都被伊朗的飞弹所击中。那前天伊朗就基本上呢，他们大概新的领袖3月1号一上任以后呢，他们有新的决定。一个新的决定，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再跟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美国进行外交谈判，那也就是完全切断双方的，那就展现了他战斗的决心接着他就指定说，我要打这个以色列总理的这个官邸，还有以色列的空军总部。那当然这个打击的情况的话，那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是很清楚，各种传言我想现在开始，美国跟以色列会封锁消息，因为这个东西，你的飞弹跟你的这个无人机是不是打出了结果的话，对方被打的人他基本上他都不吭气的，他不会让你知道你打击的成果怎么样。所以呢，可是呢，就过去还有最近这几天那么伊朗的导弹，尤其是这个叫法赫德2，这个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就证明了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射程很远的。我记得2年以前那个时候，当时的话也是伊朗受到攻击以后，他用法赫德飞弹，它是超高音速地对地的1400到1500公里射程的，打过在伊拉克的这个那时候是这个莫萨德的在伊拉克的总部，那么打得非常的精准。当时西方媒体说，哇，不但这个打得远而且呢，他打的建筑物该打的建筑物误差非常的小，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讲，我觉得他这一波的反击他是有把握的。那当然他一定他有他的战术，他的战术一定是无人机、一般的导弹跟超高音速导弹这种交互使用。因为你无人机来的话，
要看你地面的你这种防空设施你要不要打。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这个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爱国者3号连发11发，11发人家算一下3000万美金就没了。那他这是打什么呢？对，对，你是打法赫德2呢，还是打一般的导弹？对，还是打无人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它基本上它是要消耗美国的这个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军火的这种防空武器的军火库存。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以美国政府今天川普他说他准备打长期战，那么可见这个伊朗这一波的反击那逼着美国他必须再用另一波的攻击来压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以之间的战争，伊朗的打法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从过去他做的这个透过这个导弹跟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攻击，现在转为是这种比较消耗战的方式。刚刚也特别提到了2个层次，先透过这种比较低价的导弹去做攻击，接下来再祭出它的超高音速无人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昨天包括了他说他打到了这个纳坦雅胡他的办公室，虽然纳坦雅胡这边方面说是假消息，但是铁穹神话到底有没有被打破？干哥又怎么看？海巴尔飞弹我们就可以。你看到上面的它的数据说它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飞弹，那它前一代、第2代是什么？就是飞毛腿，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东西，飞毛腿。那这就是一般就是苏联制的那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改良而来的，变成海巴尔。但海巴尔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干扰，所以说你说他这一次斩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我觉得不管是伊朗或以色列，他都不会告诉你实情的。那但是因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他特别有发声明说，总理好好的，所以我们暂且还是相信说，这些飞弹可能没有击中目标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像这样子的飞弹。伊朗非常多，所以这次打不中，我下次还可以再打你。倒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法塔赫，法塔赫就比较神秘了，因为法塔赫真正击中了苏艾巴港。苏艾巴港在哪里？在科威特。科威特苏艾巴港的一个美军的军事前线基地。好，我就坦白告诉你好了，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室，就设在那边。一排，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因为像这种前线办公室的话，他们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是一排的货柜车在那边，你看起来像货柜，里面真的进去一看，你就好像是无人机的指挥基地一样，非常的，它有大型的屏幕啊，然后参谋很多，所以为什么这次法塔赫打中了那个苏艾巴港的基地的时候，美军有说3人死亡？后来更正是6人死亡，重点是18人负伤，受伤的人数现在又在攀升当中，怎么会一次有这么多人呢？一个美军基地怎么会同时有这么多人负伤或是殉职？就是因为他用的是法塔赫飞弹，法塔赫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它的任务是专门对付敌人的反飞弹阵地跟系统。那所以说，它的弹头动能在1000公斤以上，它如果打下来的话是一片，它不像飞毛腿飞弹打下来是一个点，所以你会发现说，法塔赫这种飞弹怎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从大气层外再回来打的，所以它的动能非常强大。那当然，它的这个坐标也要很精准。一般来讲的话，美军在基地周边应该会有反飞弹系统，对不对？然而这个飞弹就是专门对付反飞弹的，而且它这次对付的是静止不动的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办公地点，货柜车办公的货柜车，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地点，所以这次才会有这么多士兵伤亡。所以大家要晓得说，美军在空袭伊朗的过程中，的确没有损害一兵一卒，但是这次被法塔赫飞弹给打中了。损伤是非常惨重的，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而言教训是很大的。我相信不会只有死伤这么多人，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办公室群至少有他50-60名这个高级参谋以及
非常精于操作无人机的士兵啊，以及前线的参谋。所以说不太可能只有这样的伤亡。是，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数据到最后会告诉大家，它不像伊朗会比较晦暗一点。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伊朗有更多这种飞弹的话，那恐怕精准打击的效果会更好。不过专家的猜测跟理解是，法塔赫飞弹的数量不够，不然的话早就拿出来用了，这样。好，那现在美方面对，还有以色列面对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不管是导弹或者是它的无人机，甚至有没有排除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都还要持续的做关注。不过呢，美方现在持续的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川普最新回应了，他说呢，最猛烈的打击到现在还没有展开，他要注意的是下一阶段，他说会更严厉，不排除川普说了会派遣地面部队。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说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美军会大幅加强攻势。国务院最新已经要求14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都尽快的撤离。那么，伊朗先前曾经宣称在科威特上空击落3架 F-15的美军战机，那美方已经站出来澄清了，他说这只是友军的误击。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出来，美伊战争他们的这个战争的风险持续的升高当中。川普说的不排除地面战，有没有可能真的进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东会不会迎来全面战争？上次哥又怎么看？眼前川普最大的这个有个新的考验哈，就是他等于对伊朗开火，或包括特别把哈米尼打死啊，这个斩首，他现在必须要提交给国会。也就是说，最后国与国之间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美国国会得要通过。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正式提出来，那美国国会会通过吗？会不会像关税战那样子？其实还是这个关税的权跟现在这个开战的权，其实还是国会的哈。总统可以决定没有错，但是国会得要同意，这是眼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但是都知道，川普其实向来都是会先丢出一些英文叫 future vision， 然后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夸口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在川普在打的时候，刚把哈米尼弄死的时候呢，斩首行动完之后，他立刻说：“哎，这个伊朗这个地方，他有3个可以接班人，然后他再看哪一个可以跟他来谈。”所以他就立刻说3道4，可是事实上最后证明根本没有人要跟他谈，而且他一开始以为可以就碾压式的透过威慑你，还把你哈米尼把你斩首之后，你们大概就乱成一团，你们大概就得要投降了。可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接班的这个3个主要的团队，马上立刻就可以把这个回击。这令人赞叹，现在全世界都这样，也不是乱打，而且还包括周边的胡塞组织啊，包括的真主党。其实现在特别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各大城市的上空，不只是只有伊朗的这些火箭弹，跟包括他们的导弹，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搭配的一起穆斯林兄弟在攻击。但我们刚刚讲，除了他第一个部分他夸口说要跟我谈，第二个这个最新夸口就是有关于地面部队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最新还有第3个夸口是什么？他说武器，因为如果你要打地面部队，你要先算算你有多少武器吧。除了飞弹之外，然后川普最新的说法是武器是无限多，他现在是这样夸口说，特别是中高型的武器绝对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些夸口本身都看得到，川普其实是商人，所以他很多东西的放话的东西，这就像是他会投射下一个他具体的目标，所以他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是虚实，其实不见得。他都是先画给，然后之后再来调整。要知道，如果真的打到地面战，很恐怖啊！这不要说是国会同不同意，乃至于他自己本身就要真正进入实质的衡量。对，要知道3个角度：第一，美国永远都在打代理人战争。整件这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的问题，他只是聊得太前面了，所以你说他会真正的投入到地面战争吗？要知道，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伊朗的地形哦。伊朗其实是在中亚中间，才隔着所谓波斯湾的部分，我们所谓中东地区。大范围的中东地区，当然包括伊朗。可是你就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伊朗其实更靠近中亚，跟旁边的这个伊拉克跟那个印度是很靠近的了哈，是更靠近我们这里。所以他现在打这个以色列是要跨过去打。他最近攻击那么多，其实穆斯林其他包括沙特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他的同一个方向，他并不是往右打、前后打。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伊朗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面战争这件事情，美国要怎么样过去？
他要怎么样去打地面？难道这些其他穆斯林的，包括沙特，跟他一起打伊朗吗？所以地面战这里还要牵涉到整个支援的问题。要知道，这伊朗不是笨蛋，他现在马上就把一些海港当中美国的这一些航空母舰的补给的地方也都打烂了哈。所以伊朗真的不是笨蛋哈。再加上刚刚讲，伊朗不是笨蛋，所以如果你要打地面战争的话，对方如果也是很精明，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反击这么厉害的话，恐怕不容易吧。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头条焦点，赶快来关注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他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呐，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中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乘机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出动了200多架他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赫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赫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啊。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
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游轮啊。那这个游轮呢，它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应俱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他不是他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 还有这个沉积了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了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外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你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了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啦。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是区隔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个川普的梦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说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嘛，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
杜拜的帆船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最后统计结果谁赢？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哦，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他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2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米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而且不要忘记，
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